好，那我们试着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。今天的问题是502题 IPO 啊，股市要上市了，这个当然是一个假设啊。那基本上它就是要有增加它的一个资本额啊，在发行 IPO 之前，那它总共最多会有K 个不同的一个计划啊，在这个 IPO 之前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来讲就是你要增加你最大的资本额嘛。好，所以它的题目应该是从第二段开始啊，就是说你有 N 个计划，那第 I 个计划呢，它有一个应该讲一个阵列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容器的，它的应该来说的是它的净获利啊 ，profits I 啊，那它还有一个你要进行这项计划的最低的一个资本额，也就是它的 capital I 啊，你需要啊，如果你资本额没有超过大于等于它的话，那当然你就这个计划是没办法去进行的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假设你有资本额是 W 啊 ，W 的话这边是一个整数，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完成呢，你就会得到它的净获利。好，那这样的净获利呢，就会加到你的一个资本额里面啊。所以你就最多可以执行 K 个不同的计划啊，记得是不同的。那我目的呢，就是要将你的最后的资本额将它极大化，然后将你那个极大化的资本额将它 return 回来。那它这边保证说它的答案它是32位元的一个整数，而且是有号的整数啊，所以这边就不会有 overflow 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相关的一个例题的部分。有关于它例题的部分，我们先看啊。第一个例题是说 k 等于2 w 等于0 profit 是1 2 3 capital 是0 1 1。好，那所以一开始你当然就是从0开始嘛，因为你的资本额开始是0嘛，所以你一定是从project 0开始啊，所以你 project 0完成之后呢，你就会得到净获利1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资本额就变成1啊，所以就加进来。那因为它最多它是可以进行2个计划啊，所以你就看嘛，当然 profit 3当然是比 profit 2来的大嘛，所以我们这里当然是选择project 2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最后的一个资本额当然就是0，一开始的0再加上1啊，就第0个 project 还有第2个 project 3，获利3。好，基本上这个答案就是4啊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好，那有关例题2的部分呢，我们这边就做这样一个 pair 的一个排序啊，其实它已经排序好了啊，所以根据capital 当然是排在前面啊，我们主要先看 capital， 然后在后面 second 的地方我们就排 profits 啊，所以这边就是0 1 1 2 2 3。那我们要看它的一个情况，那它可以最多是有3个计划嘛，那它
的一个步骤啊。最开始的资本额是0，所以当然一定是要从第0个 project 开始，这是第1个 project， 第2个 project， 所以从第0个 project 先执行，执行完之后呢，你的 W 就会加1，所以呢，答案就这个时候你的资本额就变成1。好，再来，因为你的资本额已经是1了，所以你可以进行第1个 project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的 profit 是2，那2加1当然就是3。好，再来。剩下最后一个 project， 那它的进入的资本额是2嘛，3大于2嘛，所以没有问题。那你的进货利是3，所以3加3就等于6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这题的情况，答案就是等于6。好，接下来看我们大概是怎么去解这样一个问题的。因为解这个问题之前呢，你当然必须要先知道它的 constraint constraint 这边来讲，因为它是难题，所以它数值都蛮大的。K 的话最大可以到达10万 ，W 的资本额最大是可以到10的9次方。那基本上 profits 跟 capital 的长度就是 n， 它当然是相同的。那 n 最大可以到10万，那这里的 profits 它最多是到1万，啊 capital 是到10的9次方，好，所以这个数值都蛮大的。那原则上这个如果平方解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啊，这个所以它的一个数量级应该必须要稍微要选用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看我们这个大概的我们的 approach 的部分。所以我们 approach 的部分呢，当然就是你要建一个容器啊，假设就是 CP 嘛，我们用 CP 的话就取这个 pair 它的开头的一个字母啊，跟 CP 值没有什么关联的啊。那这边 n 的话，当然就是先取它的一个好。再来就是你 CP 呢，你要去排序啊，当然原则上照它的字典顺序就可以了啊。那也就是它的预设的一个顺序啊，所以我们直接用不同的程式语言应该都直接，你不用去特别再去设 key 啦，或者再去设所谓的 lambda 函数啦，或者其他的东西，应该都不太需要。那原则上我们这里的解法当然是用所谓的 maxima heap 啊，那如果在 C++ 来讲的话，就是所谓 priority queue。那所以在 C++ 来讲 ，priority queue 它预设的顺序出来的话，就是已经是 maxima heap 啊，所以这里用 C++ 来做的话，可能反而是比较直接一点。那 PQ 啊，就我们基本上就是装这个 profits 啊 ，profits 根据它这样的 CP 排序之后的那个值啊，这边应该是这样。然后重点就是你要执行的第4个步骤。第4个步骤呢，原则上它应该是有2层的一个回圈啊，所以你这边我们前面先设一 current 等于0啊，就目前来讲，我们的排序之后的 project 呢可以用在我们这个 K 个计划里面的啊，目前已经用到第几个啊，所以这边呢是从0到 K 减1。那所以在内层呢会有一个回圈啊，基本上它的条件是 current 要小于 n 啊，而且呢 current
CP 在 current 的值特别它的 capital 它的那个 first 也就是它的 capital capital I 的部分呢必须是要小于目前的资本额 W 所以这边 W 是会变动的。然后当它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将它相对应的 profit 所以这边是它的 profit 要把它放到这个 PQ 里面 push 到 PQ 里面。那当然就是说只要你满足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当然就一直做那然后呢，如果说你的这个 PQ 呢它不是空的话，当然我们的资本额我们就可以增加嘛，因为它是 maxima heap， 所以我们只要取它的顶端它的 top， 我们就把它加到我们的资本额 W然后将这个 top 的这个元素将它 pop 出来。否则的话，也就是说当你的 PQ 如果是空的话，那你的资本应该是不够的，所以这个你可能就提早离开这个回圈。所以我们最后答案当然就是 W。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实际上是怎么一个实作。然后我们这边就先试着用 Python 来实作根据我们的步骤，当然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去设定我们的 container CP。那当然在这之前呢，当然你要先知道它的一个长度，所以它的长度 n 基本上就是 length of profits 或者 capital 都可以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来建这个 CP 这个 container。那基本上呢它应该是个 list， 它是什么样的 list 呢？它应该是一个 pair。因为我们后面要排序嘛，所以我们排序的话，当然你要先看你的资本额够不够，所以我们要把原则上呢，我们是要将 capital 放在前面，然后呢再把 profits 放在后面这个顺序要正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透过预设的顺序来排序就不需要自行再去设 key 或者什么的。所以呢 I 呢当然是在 range n 基本上它是从0到 n 减1所以我们的容器完成了。再来根据我们这里的步骤，当然就是你要排序嘛，所以我们的 CP 就点 sort 就好了，方便。再来就是我们要去设定个所谓的 maxima heap 或者是 priority queue， 基本上我们都把它设为变数名称都设为 PQ。Python 它这里它所支援的那个 heap 它是 minimum heap 所以待会在实作的时候你必须将它变好就用这样一个技巧。那我们这 PQ 里面放的当然是放 profits 当然是在这个配额排序之后的一个 profit。然后再来我们设定 CURR 设为0，然后我们透过回圈I 在 range， 因为它总共有 k 个k 个 project 要去执行最多 k 个。好，那所以呢我们就考虑所以在这个回圈里面呢，当然就是我们先有个 while loop。我们当我们的 current 它是小于 n， 而且呢它的 CP 在 current 的
first 啊，那点 first 那是用 C 加加的 pair， 那在 Python 的话，这边当然就很简单，就用 index 0就好了。它是小于等于 W， 那你就做下面的事项啊。所以你就将 heap q 里面做 push 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把它 push 到 PQ， 那值呢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啊，因为它所支援的是 min heap，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样的编号。这边是 current， 摆进去的当然就是要看你的获利嘛，啊，所以后面是你的 profit， 啊，当然我们这个 current 的值要加1，啊，好，然后一样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啊。如果说我们这个 PQ， 这里面还有东西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W 是我们的资本额嘛，我们资本额就会增加嘛。啊，因为我们摆进去是因为要把它变好，所以我们再把它负得正，再把它加回来 ，heap q， 我们这边就 heap pub q pq， 好，那如果这 pq 里面已经没东西了，当然就可能你就可以提早结束这回圈啊，所以就把它 break 掉。好，那这整个回圈都完成了，就 return W。好，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。好，这个应该都正确。好，我们 submit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它的时间也是蛮久的哦，707毫秒啊，但是打败了 70.95% 以上的人，Python 3的使用者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其他程式语言的实作。这边 C 加加的部分，我们这个版本稍微是有一点修改。这边修改的部分是在这边一样回圈的部分，但是这边呢，就是说，我们透过2元搜寻法的方式呢，我们去找所有 capital I 呢是小于 W 啊，当然这个事情已经根据它配额排序之后的一个情况。那所以在这边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是在这个回圈的处理啊，就直接是只要 current 是小于 IDX 啊，那我们就把它的那个把它 profit 部分通把它 push 进来。好，那我们执行一次。好，那我们 submit。好，那这个版本它就蛮快的啊，就88毫秒啊，打败99%以上 C 加加的使用者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。